第90章料理后事。愣愣地望着那犹如鬼魅一般出现在窗缘上的少女，半晌之后，萧炎惊异地轻声喃喃道：“她来这里干什么？”嘿嘿，看这情况，似乎她和你是一样的目的啊。药老莫名地轻笑道，眉头微皱了皱。萧炎将身体完全地缩进阴影之中，旋即有些迟疑地在心中询问道：“薰儿的实力怎么变得这么强横了？看他先前出现的速度，恐怕不会弱于一名大斗师吧？他的真实实力的确是你平日所见到的，不过现在的他明显是动用了一种秘法，使得自己在一段时间内提升了实力。以他的身份背景，拥有这种神奇的秘法并不稀奇。”药老淡淡的笑道。闻言，萧炎略微愕然，旋即苦笑了一声，心头对薰儿的神秘背景再次发出无奈的感叹，摇了摇头，不再说话，视线透过面前的纱帘，注视着略微有些诡异的房间之中。房间内鬼魅般出现的薰儿并未引起柳溪的注意，此时这位被欲火冲昏了脑子的家伙正双眼放光地盯着床榻上春光大泄的美貌女子，双手手忙脚乱地扯着身上的衣衫。在某一刻，柳溪扯动衣衫的手掌骤然一僵，身为6星斗者的他也终于是有些察觉到一点不对劲的地方，略微迟疑了一下，然后缓缓地扭过脖子，目光投射到了那大开的窗户之上。窗户上，身着金色裙袍的少女慵懒地斜靠着窗沿，一对泛着许些金色火焰的眸子淡漠地注视着房中衣衫不整的男子，素手之上，金色火焰犹如精灵一般跳动起妖异的轨迹。柳溪呆呆地望着那沐浴在月光下的少女，缓缓地移动的目光停留在那张淡漠的精致小脸之上，眼瞳之中不可自觉地浮现出一种醉意。要是此刻气氛不对，可面对着少女那几乎毫无瑕疵的容貌与空灵脱俗的气质，柳溪依然忍不住的有些失神。然而在失神了瞬间之后，柳溪极其突兀的猛然转身，脚掌在地面重重一点，身形犹如一道离弦的箭，疯狂地对着大门处冲去。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之下，一股临近死亡的阴冷感觉终于将他的欲火浇得完全熄灭。柳溪虽然自大，不过他却不会真的认为在这种时候，这位诡异出现的少女会是专程过来找自己谈心的。房间虽然宽敞，不过以柳溪的速度，从床榻边到达门口却不过是短短几秒时间罢了。望着那近在咫尺的木门，柳溪眼瞳中闪过一抹喜意，只要出了房间，他就能大声吆喝，到时候听到呼救声的加列毕就能立刻赶来救援。然而就在柳溪即将碰触到门板之时，双脚猛然一痛，快速奔跑的身形顿时倾斜而下，最后狠狠地砸在地面之上，几颗牙齿伴随着鲜血被柳溪一口喷了出来。满脸恐惧地低下头，只见那双腿之上不知何时出现了2个拳头大小的血洞，在血洞边缘一片焦黑，隐隐有着焦糊之味传出。来人啊，有人要刺杀我！腿上的剧痛几乎让得柳溪晕过去，不过此时他却是咬牙抗了下来，张口拼命的嘶声大喊：不用叫了，房间被我的气息包裹了，没人听得见的。窗缘之上，少女淡淡的道，仙指轻弹，一根金色的火焰利刺便是在指尖凝聚成型。看来柳溪腿上的创伤应该便是这东西所伤。你究竟想干什么？你要什么？钱？丹药？我什么都给你，只要放过我。惊恐地望着少女，柳溪脸色惨白，死亡的威胁终于压下了她对美色的垂涎。淡漠地瞟了一眼瘫在地上不断蠕动的柳溪，少女轻灵地跃下窗台，莲步微移，缓缓走向后者。望着那从窗户下跃下的薰儿，萧炎这才发现，原本薰儿那只是齐及腰间的青丝，现在却是一直垂至了娇臀，显然这应该便是那所谓的秘法所致。宽敞的房间之中，身披象征着高贵的金色裙袍，少女淡漠地对着那在地上不断哀嚎的柳溪行去，在行至其面前时顿住脚步，低下头，忽地轻轻一笑，刹那间的笑容让得柳溪心头狠狠一跳。你不是想让人把我捉过来吗？缓缓蹲下身子，薰儿清灵的嗓音中蕴含着淡淡的森冷。柳溪咽了一口唾沫，脸庞上的冷汗因为恐惧几乎打湿了整张脸。
我其实很讨厌动手杀人的。望着满脸恐惧的柳溪，薰儿忽然轻叹了一口气。闻言，柳溪眼瞳中掠过一抹希冀，然而他还来不及出言求饶，少女那骤然含起来的俏脸却是将他打进了绝望的深渊。我其实也并不介意一些无谓目光的，可为什么你要出言侮辱他？你有什么资格侮辱他？虽然他或许不会在乎你这种垃圾，可我却不能，真的不能。随着少女语气的骤然变冷，其仙指之上的金色火焰尖刺猛然脱手而出，最后化为一抹金色闪电，狠狠地刺进柳溪胸膛之处，顿时血洞迅速浮现。遭受致命重击，柳溪眼瞳骤然一缩，惨白的脸庞缓缓灰暗，略微突出的眼球看上去极为的恐怖。淡漠地瞥了一眼生机逐渐丧失的尸体，薰儿站直身子，轻叹了一口气，冷漠的小脸上流露出一抹无奈，低声喃喃道：若不是怕萧炎哥哥怪我多事，这乌坦城早就没了加列家族，哪还会有这么多麻烦事？轻摇了摇头，薰儿目光随意地在房间之内扫了扫，身形微动，再次出现之时便已到了窗户之前，娇躯一跃，最后消失在夜色之中。啧啧，这妮子看起来温婉可人，没想到真要杀起人来也是这般的干脆利落，嘿嘿，看来你这次捡到宝了。在薰儿消失之后不久，药老戏谑的声音在萧炎心中响了起来，苦笑着摇了摇头。萧炎低叹道：今天晚上似乎是白来了。嘿嘿，那可不一定，那妮子虽然下起手来不留情，不过毕竟年龄太小，经验还是太嫩。药老淡淡的笑道。闻言，萧炎一怔，愕然道：什么意思？看着吧。药老神秘一笑，旋即沉寂。见到药老这模样，萧炎只得无奈地摇了摇头，继续将身体缩进黑暗之中，目光紧紧地注视着房间之内的一举一动。略显昏暗的房间之中，除了床榻上那昏过去的侍女轻轻的呼吸声之外，一片寂静。再次惊呆了10多分钟，就在萧炎眉头开始皱起来之时，那偶尔瞟到柳溪尸体之上的眼瞳却是微微一缩。大门之处，那原本已经失去了生机的柳溪手掌却是不可察觉的细微移动，片刻之后，那紧闭的眼睛竟然是缓缓地睁开，脸庞上的灰暗居然也褪去了许多。望着胸口上的血洞，柳溪轻吸了一口凉气，眼睛中充斥着怨毒。该死的女人，要不是我在出来的时候从老师那里偷来一枚归西丹，今天就真的要栽到这里了。艰难地伸出手掌，柳溪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玉瓶，小心翼翼地从中倒出一些白色粉末在伤口之上，然后再次掏出一枚淡青丹药，毫不迟疑地咽进肚中。做完这些轻微的动作，柳溪的脸色却是再次惨白了几分。这次的重伤恐怕需要半年时间才能痊愈，明天便让加列家族送我回去，然后把老师请过来。只要有老师帮忙，萧家绝对没好日子过，到时候我要把那女人玩死为止。狰狞地咬着牙，柳溪惨白的脸庞上充斥着怨毒。抱歉，打扰一下，你或许没有回去的机会了。就在柳溪幻想着那高贵少女被自己蹂躏的惨状之时，淡淡的笑声忽然突兀地在房间之中响起。突如其来的声音让得柳溪身体骤然一僵，脸庞急变，艰难地扭转过头。全身笼罩在黑袍之下的人影正从阴影之中缓缓走出。马虎大意的丫头，看来还是得需要我来料理一些后事啊。黑袍之下传出少年的笑声，手掌轻探而出，森白的诡异火焰缓缓腾出。异火。望着这团诡异的森白火焰，柳溪眼瞳一缩，惊骇地失声道：恭喜你，答对了，有奖。微微一笑，黑袍人手掌一挥，森白的火焰顿时脱手而出，闪电般的将柳溪覆盖其中。只是瞬息间，还未来得及大喊出声的柳溪便是被迅速煅烧成了一堆灰烬。从此名为柳溪的一品炼药师便是彻彻底底地消失在了这片大陆之上。冷漠地拍了拍手，黑袍人手掌一挥，一股劲气将地面上的灰烬扫地干干净净，这才悠哉悠哉地跃上窗户，然后腾空掠出。没有惊动任何人的掠出加列家族，黑袍人脚尖在一处房顶处轻轻一点，身形刚刚飘出几10米，却是骤然凝顿，无奈地轻叹了一口气，
缓缓地抬起头。在对面不远处的一处楼阁边缘之上，身着金色裙袍的少女随意地摇晃着一双圆润雪白的小腿，蕴含着淡淡惊艳的秋水眸子，正慵懒地盯着那停顿在房顶之上的黑袍人。你究竟是何人？先只掠过额前被夜风拂起的青丝，少女抬了抬精致的下巴，清灵的嗓音在这片小天地缓缓回荡。